Hello， 大家好，马上就要圣诞节啦！相信不少朋友，甚至是在看视频的你们，最近一定会吃上一顿，甚至是好几顿火锅。喵喵今天就是来馋你们的，其实不是啦，是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火锅的好物推荐，还有就是我们在澳洲超市里面可以买到的一些火锅美食。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锅里的这一口锅。之前我们在做奥迪好物分享的时候，有不少小伙伴们问我们这个锅子。这个锅子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它叫 Neo Frame， 它是由平底锅2个大小，然后还有一个大的wok锅组成的一个3件套，颜值非常的高，是一款不粘锅。就我们目前使用的感觉来说，非常的好。这款wok锅子我会拿来做部队锅，或者像今天一样炒牛油锅底料都很好用。但是最好不要放在洗碗机里面，洗起来其实挺方便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在 Costco 好物分享的时候买的这个摩飞锅，你看我们一直在用它。我使用它最频繁的是吃火锅和在家烤肉，超级方便。对于2个人或4个人的小型聚会很实用。我个人觉得比电磁炉方便多了。接下来就要说火锅底料了。我是江浙一带的，所以小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是清汤味的或者是番茄味的。但出国以后发现身边的四川朋友或者重庆朋友根本看不上我们的清汤火锅。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牛油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这一款火锅底料呢，是我的一个重庆朋友给我推荐的。我和阿超2个人吃，一般只煮一半，用大火加水熬制火锅汤底，放上大葱、大蒜去慢火熬制，只需要5分钟，你就能闻到底料飘香的味道。我们吃不了太辣，而这款底料味道非常的香浓，半罐下去，对于不吃辣地区的江浙人民来说，已经是可以接受范围内的最好的味道了。坦白来说啊，我自从吃过了牛油火锅底料以后呢，我就再也不吃清汤火锅了，因为牛油锅真的是很香浓。而且不知道江浙沪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自从出国以后，你的口味就变重了。四川菜真的是统领全世界啊！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辣和喜欢吃火锅呢？因为辣会给大脑发出一种疼痛信号，大脑呢又会分泌出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会让你产生快感。所以我们在吃火锅和在吃辣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快乐？接下来，肉是火锅的灵魂，不是说是底料吗？灵魂的一种。在澳洲应该基本上都能够买到这种黄色的小盒子，这个是在澳洲疫情的时候，布里斯班的各大亚洲超市才开始上架的，逐渐成为了我在家吃火锅必点的一系列产品。我最推荐的几个，首先是这个粒粒脆皮肠，还有这个迷你小腊肠。这款台湾小香肠，不管是吃泡面还是吃部队锅还是吃火锅，都可以放进去煮，风味独特，肉质 Q 弹。这款四川迷你小腊肠，我第一次在火锅里吃它是在一家火锅店里面，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四川人真的太会了。采用的也是川式的腌辣风味，肥瘦均匀，放入火锅后和底料的鲜辣味道融为一体，火锅必备。人家说看一个人是普通食客还是饕客，就要看他点的东西。吃菜吃肉是普通食客，那对于真正的饕客来说，吃火锅那一定会推荐的就是牛百叶、掌中宝、牛肚、黄喉，这些如今不算小众，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经典搭配。牛百叶非常的脆嫩，重庆人有一个说法，涮毛肚或牛百叶只需要7上8下就可以吃了，不能涮得太久，在口中要充分的咀嚼，让火锅底料的香味就这毛肚和牛百叶的脆嫩在你口中融化。他家的牛肚和黄喉的味道也都还不错，虽然跟店里新鲜的比肯定有差距，但是这是在冷冻柜里算是必买的一个产品哦。再说一下这个鸭掌，它成功晋升为我吃火锅最爱的前3位，肥而不腻，放进火锅里鲜香多汁，入口即化。重点要推荐一下，就是天福川味他们家的麻辣牛肉，应该算是招牌，也是必点了。它虽然口味有一点点重，但是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味蕾能够充分感受它的麻味和辣味相融合在一起，这个感觉很曼妙，越嚼越辣，越辣越开心。最后来说一下我们吃火锅必点的牛肉和羊肉。在澳洲久的小伙伴都知道，澳洲的牛肉秒杀一切，所以在澳洲涮火锅闭眼买就 OK 了。我这里比较推荐的呢是奥盛这个牌子的牛肉和羊肉，如果你运气好还能买到他们家的 M9 和牛，涮火锅那是一绝啊。好的牛肉可以从味道、纹路、花色看出来，他家的羊肉我也非常喜欢，不松散，下锅不会被煮散，肉肥美而鲜嫩。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